爱石头终于是开窍了，爱研的 TP87 新开的一个高端品牌。那在我的印象中，这也是他们家第一款能把声音做到这种程度的键盘了。结构上啊，TP87也是重新的做了优化。这把键盘的出现也是为行彩铝键盘的结构啊提供了一个蛮好的方向啊。在这之前也是还没有大量见过这种设计的，最多是在两边做一个金属挡板。TP87的塑料上盖啊，看着它是有一定误导性的，它有点像船壳结构，之后下面包了一块铝。其实不是的，那底下这块铝啊才是这一把键盘的核心，反而塑料上盖才是一个起装饰作用的结构啊。整一个塑料上盖是可以拆卸的，所以 TP87的声音表现是更加接近常规的铝坨坨的。先说外观 ，TP87的配列和普通的87键略有区别啊，在保留了完整的87键同时，取消了功能区和组件区的间隔。键盘的 S 轴距离会稍微的短一个键位啊，在此基础上 F 区的间隔得以保留，并且在缝隙里头塞下了一个电源开关啊，在空间的利用率上这一点做得非常不错。铝合金区域呢，整体是阳极氧化，表面做了一定的抛光处理，整体的感觉就是比较细的那种啊，不会有那种颗粒的刮手感。边角区域也做了一定的圆角过渡，不会存在割手的情况。底部这一块凸起就是给电池仓预留的位置，但电池安装的方式啊，确实有点过于阴间了。拆开之后可以看到底壳中间也是没有任何开槽的，所以电池只能从两侧推入啊。那生产过程中的装配难度就挺为难我们流水线工人了。键帽呢是一套粉白主题的3色 PPT 键帽，常规的欧烟高度在组合键做了侧刻。在这个价位啊，素质还是蛮不错的，就触感是偏爽滑的，个别的字符会有一定的凸起。在打开灯光之后，透明的定位板加上白色夹心棉起到了一个蛮好的 buff 加成，所以就算键帽是不透光的，那灯光表现也还是蛮不错的。轴体方面使用的是凯华的蜜蜡轴，表现和冰淇淋系列类似，给我的感觉就是极光冰淇淋的换色。它依旧是一个全碰的轴体啊，在轴心位置做了一个提前触底，对键盘的声音啊是有一半功劳在这里的，确实非常好听的一款轴体。nice。那这款轴体给我的感觉呢，在回弹力上是做了一定优化的，使用的过程中会更加的跟手。另外呢，也带了导光柱啊，对灯光有一定的加成。在内胆部分，开头已经和大家讲解了一遍了，给到了4层 POM 的夹心棉、SP 轴下垫加升油垫，还有底棉。反正这一套配置啊，只要键盘给到了，那声音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属于是万能的 HiFi 公式了，那敲上去的声音是要比塑料要扎实不少。这种材料特性上的区别啊，塑料键盘肯定是达不到了。滑轨式 Gasky 的固定结构啊，我开始有点担心左右两侧会有塌陷的情况。实际上因为有底面的支撑啊和键盘配列不大的原因，左右两边并没有明显的塌陷问题，边角区域的变形和中心区域的变形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相当均匀。至于铝外壳会不会影响信号这个问题啊，背影主控在1米以内隔桌测试的表现还是相当 OK 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延时抖动。那相对的更加让我在意的一点是啊，键盘的电池只有2000毫安时，听着确实不太得劲啊。参考同主控的其他键盘呢，续航时间大概在100个小时左右，也就是大半个月充一次啊，这一点就看大家能不能接受了。还有一点不知道算不算缺点啊，就是键盘没有脚撑。那前高的话在22毫米左右啊，键盘坡度在4度，这个坡度在我的使用体验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大部分用户来说都是一个蛮适中的高度。那如果实在觉得不合适，那就上手托吧。总结一下 ，TP87 在500价位可以提供铝坨坨90%的扎实声音和手感。轴体也用了凯华定位高端的一款轴体，表现是相当的不错，属于是要手感有手感，要颜值有颜值那种键盘了。就是外壳啊稍微薄了点，没那么有分量感。在现在啊，拿500块钱去组一把3模的铝坨坨，再上一个好点的键帽和轴体，那500块钱肯定是不够了嘛，所以这把键盘还是蛮值得考虑的。那好了，以上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下期视频再见，拜拜。